你想知道如何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就能抓住主力拉升的暴涨波段吗？你想了解一个连小白都可以轻松上手的快速致富交易法则吗？今天就带你学习一个非常简单、实用、有效的交易模型——单阳不破，相信你一定可以获得很多不同的感受。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我是小徐老师。今天跟大家学习一个非常重要、使用频率特别高的一种交易模型，就是单阳不破模型。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单阳不破模型的定义。定义就是在出现了一个大阳线之后，它后面的6、7根 K 线横向的盘整，并且所有的收盘价都没有跌破这根阳线的最低价，这就是单阳不破。其实在美股中，很多时候强势的板块和个股都不会盘整6到7根，而是直接就有一个小的回拉，就直接向上了。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也应该注意，操作的时候不必刻板。这里我们要求以下几个要素要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定义这个模型。第一，就是有比较大的单阳线，这个我们一般定义这个中阳线、大阳线就是要涨幅一般超过 3%，也就是收盘价减去开盘价再除以开盘价。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阳线它能涨多少取决于股票它的股性不同，比如在 A 股中股市的变化比较大，这个标准就很容易达到，而美股中的变化一般不大，我们认为只要在平均波动的 1.5 倍以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仍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也不用刻板。同时单阳线的单独意味着我们一定不是一群阳线中最大，或者一群阳线之后的加速，这个单独的意思意味着前面应该是盘整区。第二点就是单阳一定是对应它的成交量要放量，它突破盘整区间，并且伴随交易量变大，所以这里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相对的概念，我们没有就是不能把它量化说要大多少。第三点就是后面的收盘价每一根它都不能跌破单阳 K 线它的那个最低价。第四点就是单阳的这根单阳最好它是没有头发的。下面我们来看单阳不破的几个案例。首先第一个是英伟达的周线图，英伟达最近涨势非常的好，我们看在2023年5月的时候，这里出现了一个爆量，然后一根大阳线，然后启动了这个单阳不破的模型，看这一轮的涨势大概超过了 50% 的利润。第二个案例是亚马逊的周线图，亚马逊在2020年5月的时候，这里出现了一个单阳不破的模型。那么为什么前面这一根它也有爆量，也有大阳线，它不是单阳不破呢？因为它没有突破前面的这一个盘整区。那么这个单阳不破的模型呢，出现了之后，后面出现了一个横盘，然后再向上涨，这里就是非常典型的单阳不破了。那么第三个案例呢，我们用奈飞的日线图，这里是2021年，从第一个单阳不破出现之后呢，我们后续在一个上涨的波段里，还产生了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单阳不破的模型，直到第4次，从这里开始，它跌破了前面的最低价，然后这个波段整个就结束了，后续呢就出现了一个回调，所以这里单阳不破就被破掉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单阳不破的原理。我们在介绍具体操作之前呢，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内容，就是单阳不破它的交易思路和理念是什么呢？为什么单阳不破这个模型它可以有效？大家可以暂停一下视频去思考一下。好了，我们来看单阳不破的几个重要条件。首先呢是单阳，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多空的这个竞争之中呢，出现了多头压制的结果。那么注意，这个是结果，就是市场呢已经出现了买方优势强烈的意思。那如果放量呢，就意味着这个强烈的结果是市场博弈出来的结果。那么总结一下呢，就是带量的大阳线就意味着市场充分的换手和竞争，主力的资金呢出现了多头的明显优势，
开始了新的拉升序幕。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这里呢是市场出现了合力的结果。我们会有一期视频呢，专门讲就是如何通过换手和成交量去了解主力行为的这个视频，所以大家别忘了打开小铃铛，然后关注我们后续的视频。那么请大家跟我一起去思考一下，就是主力通过我们洗盘收集筹码，在准备拉升的过程中，如果一旦受阻，那么股价快速的下跌回去的话，意味着主力在这个地方它就被套住了，市场的情绪呢也快速的萎靡，也就意味着后面如果主力再想拉升的话，它的难度就非常大了。这对我们来说将会面临非常大的卖压，这对操盘的那些基金来说呢，也是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单阳不破中的不破那么的看重。一个好的交易机会啊，一般都需要很多的条件组成的。这里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主力收集筹码的4个步骤，就是吸筹、洗盘、拉升、出货。那如果不熟悉的朋友呢，可以看看我们下面那个视频，专门去学习一下。如果你对我刚才的描述呢还是比较的陌生，那我们可以把炒股呢当做一个类似于两金对打的一个情况去看待，就是一边是多头，一边是空头，那两边它在激战的过程中呢抗衡，它就产生了一段盘整。而空头呢，可能因为它的武器不利，或者它有一些伤亡，就会造成多头暂时的胜利。这里的激战产生了痕迹，这个痕迹呢就是交易量暴涨。那么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光头的大阳，而后续继续打仗呢，肯定就面临2种结果，一个呢是多头它强势继续进攻，继续追击，那么呢我们的交易呢就会从刚才的盘整转成了一种趋势。另一种呢，就是我们知道它市场是动态的，它不是有固定数量的多头和固定数量的空头。那可能一些多头呢，它盈利了，它就转换成了空头，或者呢，又从外面又来了一些新的空头。那么一旦空头的势力又强了起来呢，就会跌破刚才那个阳线的位置。这个呢，就是对之前用真金白银打造大阳线的多头的投资者的信心一次全面的打击。不知道这样的讲呢，您有没有更容易理解一些？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单阳不破的操作。那么第一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出现单阳了之后，在盘整的阶段去找机会做。我们出现了单阳之后呢，一般后续都会有一些小的 K 线，而不是直接就向上的一个大的趋势了。所以我们就在出现了缩量的回踩的时候进行买入。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是 AMD 的日线图。在2023年11月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大阳线，它放巨量之后，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简单的回踩不破，然后进入一个中期的上涨行情，我们就可以在它回踩的这个时候选择买入。然后随后呢，大家可以看在12月7号的时候，我们再次就看到了一个大概一样的一个模型。那单阳不破第二种操作呢，就是你在出现单阳以后那天进行买入，直接就做一个突破的买入，以防止后面不出现缩量回调的那种情况。那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一般呢单阳不破它都会有3种形态。那最强的就是直接这种上去了，较强的呢就是经历一个小的盘整然后拉上去。那最后一种比较一般的呢，就是它趋势转弱了，随后再拉起来。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单阳不破的盈利肯定不是来自盘整区这一部分的利润，而是它的利润出现在当你出现下一个大阳线的时候，获得是这一大块的利润。那如果你出现单阳之后，你就开始操作，你不想错过从第2根 K 线起就开始上涨的这种情况，那你买入的时候，你的价格一定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你是经历了几根不破的 K 线之后，在盘整区一旦回调的时候你买入，你的价格就比你单看单阳的时候那个价格会偏低一点，那你交易的性价比就比较高。但是如果你这样操作起来呢，如果遇到第一种最强的那种状态一下拉上去，你很有可能就错过了这第一波的这种上涨的行情。所以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不可能你既要又要还要，你又想买在比较低的地方，你又想不错过任何的走势，这是不太可能的。在我们交易之刃的回测中呢，我们发现
单阳出现以后，后续的回撤越小，反而说明市场中走势的强度越大。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最强的这种状态下，它这种形式，它后面它的稳定性反而是越高的。那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止损点，单阳不破的止损点应该在哪里呢？它的止损就应该是在你单阳线这根单阳的开盘价，也就是传说中我们要守 K 线。那单阳不破这种模型给了我们比较明确的止损点，它非常的简单。那么如果市场的走势它一直持续的在这上升，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推高我们这个止损点，只要不断的出大阳线，我们的止损就不断的往上推。这样呢既可以保证我们的收益可以落在手里，同时也不怕我们卖的时候卖飞了。那也许大家听说过这样的口诀，就是什么单阳不破后市必火，单阳破有灾祸。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市场的走势呢，它也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美股的一些强势股中，很多时候呢，单阳被破掉之后呢，依然出现了弱转强，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普通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固化我们的思想，就是一定要按照就是单阳不破这个定义去进行操作。这里就有一个案例，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英伟达它的周线图。在2021年的5月，这里出现了一个单阳不破，这个单阳线之后，后续的 K 线把它破掉了，但是依然不妨碍它后续走出了一个翻倍的一个行情，这个就是一个例外。那最后我要说的是呢，单阳不破，它是一个非常肉眼可见，然后操作频率非常高的一种交易模型。它的止损呢也非常容易，就是守住 K 线。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呢，我们知道单阳不破它终究是一个模型，我们还要结合其他的技术指标，然后来增加它的胜率。那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Discord 论坛参与实时讨论，或者登录我们 Teachable，去观看更多的教学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拜拜喽。